细看海贼王中最高等级的武器无上大快刀，罗杰和白胡子的刀都属于这个最强等级，而且现在最新剧情中又实锤了一把，在弹头岛索隆对到五老星，双方直接认出对方的武器也是妖刀鬼彻系列。不过论等级排名，老金星的初代鬼彻要甩索隆的3代鬼彻好几条街。那么海贼王中的那些名刀都是什么等级，又是如何排名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个痛快。武器等级由低到高依次分为快刀、凉快刀、大快刀和无上大快刀4个等级。首先，等级中最低的快刀有索隆的3代鬼彻和达斯奇的石鱼。没想到吧？索隆就是用着这把低级刀一路砍过来的。而且当年收复这把刀的过程，也是很多小伙伴粉上索隆的时刻。当时草帽一伙在进入伟大航路前，来到了罗格镇更新装备。索隆拿着娜美给的这2块钱，在刀铺呢被老板这个一本刀一本松一顿嫌弃，只能去旮旯里挑些这个廉价的破刀。也就是这时3代鬼彻这把妖刀吸引了索隆，而老板呢还算是讲良心，说这可是谁用谁就会死于非命的妖刀。索隆一听，那这么顽劣呀，当然要来赌一波。见到这种情况，当时也在现场的剑士达斯奇大吃一惊，又科普说鬼彻系列中这把3代鬼彻是快刀，2代鬼彻是大快刀，至于初代鬼彻可是最高等级的无上大快刀。名刀的这个基础的设定呢，就是在这个1999年更新的漫画的第97话给出的。我们呢20多年后做的这次的名刀的等级排名，也都是依据达斯奇这句话展开的。而且直到20年后的现在大家都已经闯到了这个新世界了，才实锤达斯奇所说的初代鬼彻也算是个跨越20多年和1000多话的一个小呼应吧。那么达斯奇怎么就这么懂刀呢？他可是海军中有名的刀痴，梦想是要收集天下名刀。他的这把石鱼就属于快刀的等级，从他出场一直用到了现在。目前看最出色的战绩应该是砍伤了自然系的莫奈。接着在快刀之上的等级是凉快刀，漫画中明确的凉快刀只有3把，雪走、花舟和山瓜。首先，凉快刀花舟是巴洛克工作室 Mr. 老师一的武器，当斯莫格抓住了老师一，这把花舟呢也就被达斯奇没收了。然后凉快刀山瓜是在海贼王的官方小说里的，被达斯奇收入囊中的。这把刀暂时就不必细究了。而凉快刀雪走就非常的有故事了。在罗格镇时，索隆以绝对的霸气姿态收服3代鬼彻后，老板这一本松见到这气宇不凡的剑士，立马就是上了头，拿出了镇店宝刀雪走赠予壮士。而看到一本松这波操作之后，老板娘直接给他红去打扫浴室去。不过老板那是输人不输阵，这一本松浑身上下嘴最硬了。后来在飞页故事中，一本松把索隆闯出名堂的悬赏令贴在了浴室的墙上，俨然沦为了索隆的小迷弟。不过可惜的是，凉快刀雪走在司法岛时被上校修恩用嗅果实能力一瞬间就腐蚀掉了。不知道你是否和阿旺一样至今对这个事发生的这个突然性的这个剧情印象非常的深刻。后来直到草帽团又去了这个恐怖岛打完莫利亚，索隆才将雪走与布鲁克原来的船员一起埋葬在来自西海的恐怖3桅帆船。それは死んだ刀だ。湯走り、ついでに供養させてくれ。当然，索隆也在恐怖岛收获了另一把更高等级的刀秋水，这就要说到凉快刀之上的等级大快刀了。漫画中明确的大快刀有5把：秋水、研磨、天宇余斩、2代鬼彻和河刀一文字。首先聊秋水。几百年前龙马曾手握秋水镇守和之国4境，而龙马死后刀与人都被葬在了和之国，秋水也成为了和之国的镇国宝刀。直到几十年前莫利亚来挑战凯多，战败后又在和之国当上了摸金校尉，盗走了龙马的尸体和名刀秋水，后来又把布鲁克的影子装进了龙马的尸体中于是手握着武士刀，却用西洋剑术的僵尸龙马诞生了。这就把龙马削弱了太多。当然，索隆当时也是以并非最强的2刀流状态应对的。可当索隆说出自己是3刀流剑客时，龙马却戏称那是杂技。于是下一秒，索隆满眼杀气，挺刀箭步直冲，龙马只得横刀抵挡，短兵相接的瞬间烟尘弥漫，而龙马又从烟尘中杀出，一招直刺，直逼索隆面门。还好索隆反应迅速，不但侧身躲过，还提刀再反击。一回合下来，2人算是打了个平手。可还不及喘
息，紧接着便是前奏曲处对上二斩魔雄，龙马舞曲前跳近身攻击，索隆同时反击一招2到6罗生门，二人再次平手。可破旧的城堡却先支撑不住了，整个屋顶塌了下来。那这碎石迸溅时恰是出招的好时机，索隆献出飞翔的斩击72烦恼风，龙马也不甘示弱，9筒舞曲化解。那么刺激的战斗也转移到了斜坡屋顶之上，二人一时间是打了个惺惺相惜，开始隔着屋顶的塔尖感知着对方的气息。还是龙马率先出手，横斩挥出，让索隆难有立锥之地。而索隆也意识到必须速战速决了，于是将计就计，顺势飞奔至最高处，高高跃起，用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一刀流飞龙火焰。那龙马抬头一看，决战就在此刻，双脚奋力蹬出，由下而上用出大招鼻哥3丁剑尾斩。于是在这高空之中，僵尸龙马呀，最终是棋差一招，浑身冒着火焰，将传奇宝刀秋水托付给了索隆。而直到2年后，冰火岛遇到锦卫门，索隆才了解龙马在和之国的分量。后来到了和之国呢，秋水呢还被牛鬼丸偷走了。索隆在追逃过程中啊，还救了被失心疯的基拉追杀的日和啊，迷迷糊糊呢还被睡了一觉，才知道原来秋水是和之国的镇国宝刀。那日和呢，作为落魄的公主，请求索隆归还秋水，并说会用他父亲玉田的名刀作为替代。那这就要说到另一把大快刀了，炎魔，它也是妖刀，会擅自吸收使用者的霸气，实力不够的人呢会弃剑而亡。当时锦卫门就说，如果是我不会用这把刀的，除了玉田没人能驾驭它。确实，索隆首次拿起来就瞬间被吸干了胳膊，但索大专治各种不服的妖刀。又试着挥舞一下，竟然还能擅自释放使用者的霸气。不过索隆很快就上手了，毕竟炎魔与河道一文字呢都是由双月跟三郎打造的，配合起来自然默契。而且在鬼岛大战中，大妈见索隆拿出这刀挥向凯多时顿感不妙，就大喊着：“凯子，你快闪开呀！”而向来硬扛各种攻击的凯子也听话照做了。由此呢，鬼岛的大骷髅恶魔角才断了一只。同时，凯多也在这把刀上察觉到了玉田的气息。而刀在索隆的手中呢，他的战力输出与玉田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先凭借着3刀抵御了双黄的合招霸海，又在重伤时用出最终大招砍伤了难以破防的凯多。后面与金的战斗，这把刀更是为索隆强势助阵，130庭飞龙市集将近斩落。而身体到了极限的索隆竟然见到了死神，或许就是这2把妖刀的升级动画。毕竟这把刀号称可以砍至死神地狱的，而与它齐头并进的大快刀呢，则号称可以斩落天空，也就是下一把天宇余斩。曾经玉田就是凭借这2把刀一招桃园十拳重创了凯多，至今还留有伤疤。而玉田被关押后2把刀都交给了石夫人，要转交给桃之助和日和。别问我为什么被关在监狱了咋还有刀，也别问玉田为啥不拿刀突破监狱问就是剧情需要，问就是玉田身高3米，他的刀到了1.8米的索隆手里就不应该是这个大小。那现在这把刀成为了桃之助的配刀，之后呢就再没有其他信息了。接着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快刀，索隆天天和他亲嘴的河刀一文字。这把刀可是陪伴索隆最久且最有意义的，也是所有刀中牙印最深的。当然了，最有意思的还是它形成的故事闭环。在50多年前，这把刀的锻造者双月更三郎从和之国出海，来到东海救了一些村民，从而建立了村庄。之后这把刀便传承给了儿子更四郎，更四郎开了剑术道馆，又将刀传给了他的女儿古一娜。古一娜死于无上大楼梯之后，这把刀带着古一娜的意志来到了索隆的手中，他要带着古一娜那份一起努力，成为世界第1大剑豪。天国まで俺の名が届くように強くなるから。真是明刀横久远，一刀永流传呐。不过那时候他距离世界第1大剑豪还太过遥远。鹰眼拿出黑刀叶的瞬间，索隆手中的2把钢刀就瞬间崩碎了，输得很彻底，简直是望尘莫及。索隆收起这把没碎的河刀一文字，转身正面迎接挥来的斩击。背中の傷は剣士の恥だ。見事。战斗结束后，索隆更是手握此刀指向天空，向着船长说：“我不会再输了。”僕あるか海賊王。
于是沙之国面对浑身是铁的 Mr. One 呢，索隆在绝境中感受到了周遭一切的呼吸，就是将意志传达给了这把刀，用出了那招一刀流。这招你来填空。而随着索隆一路冒险，或许这把刀和索隆的身世相同，他们都与双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后来呢再次回到了出生地和之国。至于索隆的身世大家可以看一下阿旺的这期视频。那么接下来聊的这一把大快刀是同样出自和之国的2代鬼彻。路飞登陆和之国后，想要装扮成武士，就从大舔狗那顺走了这把刀。巧遇索隆之后，索隆一眼就看出，哎呦，这把刀不一般呢。但王路飞更不一般，还没等索隆仔细观瞧，抬手就扔了刀鞘，接着胳膊伸长挥出刀去。后来王路飞被凯多一棒子敲晕，拖进监狱，刀也就此被收缴。等联军突破了监狱呢，小菊找到了这把刀，并归还给了大舔狗。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观众才知道，哎呦，这是2代鬼彻呀！这就不得不再次想起2代鬼彻第一次被提出时呢，还是东海的罗格镇上。达斯奇说2代鬼彻属于大快刀的级别，而初代鬼彻呢是属于无上大快刀的。那么咱们这就要说到海贼王中最高等级的名刀了，无上大快刀，一共是有12把，目前呢只公布了5把，分别是鹰眼的黑刀叶、白胡子的丛云切、罗杰的艾斯和老金星的初代鬼彻，还有藤虎的极道火线。先来聊初代鬼彻，在1117话被实锤了。索隆对战老金星的时候，两人对碰，不约而同说出了鬼彻。其实鬼彻挺好认的，刀格是一样的。老金星呢最早在沙之国篇之后就登场了，他就拿着这把刀。不过是到现在才算实锤的，时间跨度实在是太过久远。在弹头岛大战中，老金星手持这柄鬼彻，沿着海岸线把和平主义者都给砍了，还一刀切开了云顶研究层，可以看出实力之恐怖。但这里还是要说一下，1117话老金星和索隆对战，这里明显画错了，没有画出鬼彻的样子。分镜中呢，左右手也搞混了。那么现在索隆和老金星还在鏖战中，不知道鬼彻对鬼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最初震撼我们的无上大快刀黑刀叶。这把酷似十字架的黑刀，随着鹰眼一登场就斩断了克利克的大船。面对前来挑战的3刀流索隆，黑刀叶留给了他伴随一生的大拉链。而在高手云集的顶上战争呢，鹰眼挥出横跨战场的巨大斩击，堪称顶上战争3大炸裂开场之一只因他想看看与眼前的老白的差距。后面在对路飞出手时，还把巨大的冰墙直接斩成了2半，引得双方势力皆为惊叹。当然最厉害的斩击还要数他做过巴基切片。而同样在顶上战争的无上大快刀，还有白胡子的丛云切。在30-40年前，老白还身处洛克斯团时期这把刀就伴随了白胡子征战四方。还有26年前呢，他曾用这把刀与罗杰海贼团大战3天3夜。2年前呢，与红发意见不合，一刀就斩裂了天空。可见无论是白胡子还是这把刀都恐怖如斯。在顶上战争中呢，还曾缠绕上霸气，刺穿情志，一刀毁掉了赤犬身后的城镇，最后只身单刀掩护儿子们撤退。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还是战死在了马林凡多。ワンピースは実在する。后来战争结束，丛云切被红发带回了白胡子的故乡，就立在他的墓碑上。接着另一把无上大快刀就叫艾斯，这把黄金西洋刀见证了罗杰登顶海贼王的巅峰时刻，一招神臂秒杀玉田，与白胡子大战3天3夜，打到风卷残云，天崩地裂。当年神之谷现身阻止洛克斯，艾德沃尔海战大战金狮子剑群，罗杰都是手持艾斯一刀当先的。那么刀叫艾斯，后来的儿子名字也叫艾斯，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安是罗杰的什么？女の子なら安、男の子ならエース。彼がそう決めてた。总之，在艾斯出生前，名字就已经取好了。这或许是罗杰想让自己的船员见证自己的儿子后来找到了 One Piece 吧。毕竟，当报纸一说，哎呦，艾斯找到了 One Piece， 那罗杰那些隐退的船员嘛，就都心照不宣了。看来船长的愿望实现了呀。One Piece か、誰が見つけるんだろうな。それは俺の息子だな。不过现在这把刀已经下落不明了，不知道会不会在老对手卡普手中，或者是在他的亲传弟子红发手中。接着就是最后一把无上大快刀了，也是最近才公布的藤虎的这把杖中剑，名叫极道火线，在日语中呢也有赌徒之意。而且这把刀也是出身和之国的，因为它是由风月贵三郎打造的，而风月、天月、雨月、双月、黑炭就是和之国中光月之下的5大家族。然后得到时，藤虎曾手持
这把刀简单的出手，但一心看不上齐武海制度的他呀，一直在放水，老让手下看他的眼色行事。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是，每次藤虎出手用出果实能力时，都伴随着挥刀的动作，所以很多人怀疑是不是刀吃了恶魔果实？这点呢还要看后续的剧情，毕竟大将藤虎背后有贝加庞克，然后像黄猿的天丛云剑、红发的格里芬、卡塔库利的土龙、凯罗的狼牙棒、八斋戒等等许多名刀没有排进这期等级排名，并不是等级不够，而是漫画没有公布他们的信息。最后呢还要科普一下，这里的名刀是武器的代称不一定非要是刀。而这个等级设定呢来源于现实中的怀宝剑池，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点赞点关注，我们下期见。